一觉醒来，我突然有了个金手指，能看到每个人生命条，直到拿身边所有人都试验了个遍，我终于确定老公那几乎已经走到尽头的生命条是真的。可老公和婆婆好像都把那份疑似患癌的体检报告当成了我的，轮番跑来劝我别为了治病，最后弄得家破人亡。我眼含热泪看着他们点了点头，那就不治了吧，反正得癌症的又不是我。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害怕沈嘉诚看到体检报告上疑似患癌的结论，接受不了。我把刚取来的2份报告都撕去了首页，藏在了背包的夹层，依靠在医院走廊的墙壁上，足足半小时，我才压下了心底的恐惧和难过。昨天早晨醒来，我突然发现身边每个人的头顶上都多了个标着数字的进度条。婆婆的头上标着 75%， 楼下的保安小哥头上标着 24%， 我看着老公头上那明晃晃的 90%， 陷入了沉思，当机立断拉着老公来医院做了全身体检。今天我独自来医院取了体检报告，果然老公的那份报告最后一页结论处清晰地写着肝癌晚期的字样。我垂头盯着手中的报告，又看了看右手手腕上的金镯子。当初我的父母并不看好沈嘉诚，为了和他结婚，我不惜和生养自己的父母闹翻，以至于婚礼当天，我的身边没有一个娘家人。也是那天，婆婆握着我的手，说他们老沈家可不能让儿媳妇受委屈，托关系高价买了这只金手镯，就当作是我的嫁妆。想到这些，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终于做下了决定，起身离开了医院。商场里人来人往，我直奔向金银首饰的柜台。听我说明了来意后，冷脸的销售员瞬间换上一副热情的面孔招呼我。我被安排在柜台一旁的贵宾区，等待销售员去做鉴定估价，同时在心里默默盘算着还有什么其他筹钱的法子去弥补治病的缺口，以及我该如何在瞒着沈嘉诚病情的情况下让他接受治疗。却不料下一秒，销售员又换回了最开始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斜眼睨了我一眼，声音不大，却足以吸引店内所有顾客的目光。真不知道有些人没钱在这装什么，就最外边有一层廉价的金子也好意思拿出来卖钱。旁边另一名销售员也阴阳怪气地附和道：“别是想白嫖来的吧？几分钟前还被用白布小心翼翼包裹的手镯，此时也被随意地放在桌上。”刹那间，店铺里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在了我的身上。怎么可能？我婆婆明明说这是花了大价钱才买来的，你再好好看看呢。我不相信销售员说出的话，再次拿起手镯。这时店经理从后面走了出来，接过手镯，认真打量了几分钟后开口道：“女士，这只手镯确实只有一层很薄的金子，要不您再去确认一下老人是不是被骗了。”听了店经理的话，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婆婆被人骗了。可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无不在嘲笑当时的我有多天真。我拿着镯子走出首饰店，电梯口一对情侣相拥的背影吸引了我的目光，而其中的男士正是早上临出门前还亲了亲我脸颊的沈嘉诚和他的秘书许墨。我跟在他们的身后，看着许墨亲昵地挽着沈嘉诚的胳膊和他撒娇：“嘉诚，明天陪我去看房子吧，你之前答应过要给我买的。”我看了好几个楼盘，都还不错，尤其是林氏集团新开的那个楼盘。而沈嘉诚满怀笑意地看着许墨，
甚至抬起手刮了刮他的鼻尖。都听你的。目睹这一切的我，双腿像是被定在了原地，难以相信早上还亲密互动的人，此刻却对着另一个女人释放爱意。更难以接受深爱多年的枕边人如此轻而易举地答应了给另一个女人买房子。毕竟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也曾向他提起过想买套房子做我们的小家。可是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婆婆年纪大了，离不开人照顾，她做不出把生养自己的母亲丢在一旁的事情。甚至于从恋爱到结婚再到现在，我从没收到过他送的任何礼物，永远是那句你又不工作，家里开销全靠我，还得给以后的孩子攒钱。我也只好作罢。可是他好像忘了，我本来也是有工作有热爱的事业，只是为了婚姻不惜放弃了这一切。不过许墨提到的林氏集团的楼盘吗？我拿出手机拨出了一个号码。我到家的时候，沈嘉诚也已经回来了。看到我进门，沈嘉诚熟练地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背包，却被我不动声色地躲过了。沈嘉诚怔了一下，刚想说些什么，婆婆端着做好的饭菜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嘴上还在吆喝着我和沈嘉诚赶紧来吃饭。我看着面前淳朴打扮的老妇人，想了想，还是把手镯的事情咽了回去。饭桌上，沈嘉诚像往常一样替我夹菜，自然的好像下午拥着另一个女人的并不是他一样。在婆婆面前，我也并不想戳穿她，只是心里想着是吃了2口，我便没有了胃口，回了房间。坐在房间里，我想起了放在背包里的2份体检报告，正准备回到客厅去拿，走到卧室门口时，却听到客厅里传来婆婆和沈嘉诚的对话，从门缝中清晰地传来。刚才趁她不注意，我看见她包里的体检报告了，肝癌晚期。婆婆听了沈嘉诚的话，声调陡然提高：真的？那儿子你可得看住了他，别让他拿钱治病啊，都晚期了，肯定治不了。妈，这不太好吧？这传出去，别人得怎么看咱们娘俩呀？这有啥的？反正都治不好，到时候谁知道咱们就没救他。这钱啊，咱留下来，等他死了，你再拿去娶个媳妇多好。你看他平常背的那些包，应该都不便宜吧？到时候都卖了，给你和小许买套新房。听到婆婆说要把所有钱都留给她，刚刚还犹豫不定的沈嘉诚顿时语气一转：有道理，那咱不给他治了。我站在房门后，听着他们的对话，后背起了一层冷汗，脑海里出现了在首饰店里店经理说的话和商场里沈嘉诚和许墨相拥的一幕。想来婆婆也不是因为被骗了，而是打心眼里就不愿在我身上花1分钱吧。原来这才是与我朝夕相处的人的真面目啊！我突然有了一种想要戳破他们的冲动，但更想看看当他们发现计划落空时会是什么反应。我努力按捺下心底的波澜，端着水杯若无其事地走出了房间。我注意到我打开门的瞬间，婆婆和沈嘉诚拿着筷子的手都轻颤了一下，抬头看向我，而我神色平静地对上他们的目光，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故作好奇地问道：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你们怎么都一直看着我？总归是多活了几十年。婆婆立刻恢复如常，甚至起身时还刻意抹了妈脸上并不存在的泪水。轻言啊，妈都知道了，你放心，妈不会不管你的。这最后的日子啊，你想吃点啥，尽管跟妈说，妈都给你做。等你走了，我们娘俩一定给你风风光光的送走。婆婆在这说的情真意切，可嘴角的笑意根本压不住。而反观另一边的沈嘉诚，一直埋头吃饭，
沉默无语。要不是刚刚在房间里听到了他们的全部对话，我可能也会误以为她并不像婆婆一样盼着我死。此刻我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只觉得可笑。婆婆走到我的身边，拉起我的手，语气悲戚：“怎么好端端的就肝癌了哟？我和嘉诚也不是不想给你治病，但是就怕到最后人财两空啊。”婆婆使劲给还坐在饭桌上的沈嘉诚递眼神，沈嘉诚赶忙接茬道：“是啊，妍妍，要不咱就不治了吧？你放心，就算之后你去世了，我也只会有你一个老婆。”婆婆也附和着：“我老婆子就认你这一个儿媳妇。”我看看信誓旦旦的婆婆，又转头看向了目光躲闪的沈嘉诚。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用右手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才挤出来2滴眼泪，用力回握住婆婆的手，语气哽咽地应道：“妈，我都懂，没关系的，我不治了。有你们的话，我就安心了。来世我再做您的儿媳妇。”听到我的话，婆婆这才放了心，欣慰地拍了拍我的手，全然不知我心底还有后半句没有说出来的话。这辈子我真是瞎了眼，才嫁进了你们沈家。下辈子遇到你们娘俩，我一定绕道走。不知是因为我没有反驳婆婆的意思，坚持治病，还是怎么的。饭后，婆婆破天荒地揽走了刷碗的家务，就连一向能躺着就绝不坐着的沈嘉诚，都罕见地主动扫地擦桌子。看着他们殷勤的样子，我在心里冷笑一声，就心安理得地转身回了房间。毕竟现在在他们眼里，我可是个将死之人。坐在房间里，我盯着手机通讯录里的号码出神，片刻后终于拨出。电话接通，听到对面传来的妈妈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我控制不住的鼻子一酸。几十秒的沉默后，还是妈妈首先开了口：“妍妍，发生了什么事吗？”听着妈妈温柔的声音，离家这几年一直压抑在心里的委屈一并喷涌而出。我和沈嘉诚的相识在林氏集团的一家子公司里，彼时我是隐瞒身份，接受长辈的安排，在公司基层锻炼的小职员。沈嘉诚也不过是个初入社会的小菜鸟，只是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他好像并不被上司看好。几乎每天中午我都能遇到他独自在便利店里吃泡面，一来二去我们就相识了。后来熟悉了之后，他告诉我说，他们部门里有个同事正是经理的外甥，每次那个同事犯了错，经理都会把他推出去背锅。我把那个经理和员工一起举报到了集团，他们被开除后，沈嘉诚的优秀终于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很快，他步步高升，成为了部门总监。我们也相爱了。曾经我也以为只要2个人相爱就足够了，所以在父母一遍遍告诉我金钱是爱的试金石的时候，摔了手里的筷子，扬言就算放弃林家的一切，我也一定要和沈嘉诚结婚。婚后，沈嘉诚提议让我离职，操持家里，我也干脆地同意了。可是我放弃了父母，放弃了事业，换来的是什么呢？我压低了哭腔，和妈妈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素来温柔端庄的妈妈也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了妈妈。电话那头的妈妈爽快地许诺会提前知会售楼处的同事配合我，我要让他们亲自尝尝背叛的代价。第二天一早，我离开家的时候，沈嘉诚还没有睡醒。我径直驾车驶向了新楼盘售楼中心。到了售楼中心，我向中心负责人要了一套销售员的工作服换上，心中想着一会可能将要演出的大戏，对着镜子勾起了一抹冷笑。不多时，许墨果然挽着沈嘉诚的胳膊走进了大厅。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也在。
我就在不远处冷眼看着许墨扬着大大的笑意，拉着沈嘉诚在几个沙盘中间游走，时不时转过头问问沈嘉诚的意见。可沈嘉诚每次都点头说不错的态度，却惹怒了许墨。许墨猛地甩开了挽着沈嘉诚的手：“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看呢？这可是我们未来的家。”当时整个售楼中心内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他们脸上。沈嘉诚脸上明显带了一丝烦躁，伸手试图拉住许墨，却使得许墨更加不满。眼看着他们就要在大厅里吵起来，我走了过去。我注意到沈嘉诚在看到我的身影时，眼睛里明显晃过了一丝慌乱。妍妍，你怎么在这？许墨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敌意，仰头看向沈嘉诚：“老公，他是谁呀？可能这就是女人的第六感吧。明明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我。”沈嘉诚直直地看着我，没有回答，但躲开了许墨想要再次挽过来的手。妍妍，我们只是……沈嘉诚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我打断了。请问两位有购买意向了吗？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你们签订合同。我说着，同时抬手示意身后真正的销售人员带着合同过来。我知道沈嘉诚是个要面子的人，在公司里说一不二的人，怎能愿意在大庭广众下丢脸？更何况在如今新欢旧爱齐聚在此。果然，纵使沈嘉诚面色不愉，仍然签下了购房合同。眼见大单即将到手，近来心中的不愉终于疏解了几分。我在心里正盘算着今晚就带着这份合同回家和父亲认错。一直站在一旁的许墨好像终于醒悟了，原来你就是沈总的妻子啊！我看也不过如此。许墨说，着边上下打量了我一圈，一股穷酸劲。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多钱吧？真不知道沈总看上了你什么。许墨一定不知道他现在这副恼羞成怒的样子有多可笑。我不禁笑出了声，走近到许墨面前。我不知道你口中的沈总看上了我什么，我只知道我和你这个知三当三的可不同。你猜法律会保护谁？我的声音不大不小，但也刚好能让周围看似在研究沙盘，实则竖着耳朵关注我们一举一动的人听见。我毫不留情面的话和周围人的窃窃私语，成功让许墨的脸色变得铁青。沈嘉诚两步走上前，把许墨挡在了身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便牵着许墨离开了售楼中心。而走出了几步的许墨还不忘回过头冲我挑起了挑衅的嘴角。许墨真是幼稚的可笑啊！沈嘉诚和许墨离开后，我也没有了继续再待下去的必要，拿上东西回了一趟林家。站在别墅门前的我心中莫名地升起了一股忐忑。我记得我曾经为了一个渣男对生养自己的父母说出了怎样伤人的话，也因此在自己家门前更加徘徊。还是外出买菜的保姆王姨最先发现了我，热情地把我迎进了屋里，还悄悄地告诉我，爸爸因为听说我今天要回家，所以没去公司。妈妈反复叮嘱他记得买我爱吃的菜。我随着王姨走进了家门，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妈妈走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妈妈抱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背，就和小时候我在学校被人欺负了，回到家，妈妈总是会给我最温暖的怀抱一样。饭桌上，妈妈不停地给我夹菜，连一向爱板着脸的爸爸嘴角都始终保持着上扬的弧度。父母头上的白头发好像比之前多了很多。我突然就下定了决心，我要离婚。和父母吃过饭后，我又回到了和沈嘉诚的那个家。只是我没想到，沈嘉诚会这么明目张胆地把许墨带回了家里。
我打开家门，就看见许墨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颇有女主人的风范。婆婆端着一盘水果放在了许墨面前的茶几上，才仿佛刚刚看到我回来了一样，走上前关心我：“青言回来了呀？哎呦，这小脸苍白的呀！要不明天你就和嘉诚去趟房管局做过户吧，趁现在你身体还行啊。”我就知道婆婆的关心都是有目的的。当年我和沈嘉诚结婚时，婆婆就对沈嘉诚把我的名字写进了房本里颇有微词。如今听说我得了癌症，更是恨不得明天就让我和他家割席，还得是净身出户。真不知道当他知道其实快死了的那个人是他的儿子时，他会有什么反应。青言姐，听说城西那家糖水不错，我倒是不想喝，就是肚子里的孩子啊。许墨看着我说道，边抬手抚上了平坦的小腹。我抱胸冷眼看着他拙劣的表演，看我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动作，许墨又做作地喊了一声：“哎呦，好痛！”听到许墨的叫声，待在房间里的沈嘉诚着急跑了出来，一脸焦急的男人责怪地看了我一眼，转而怜惜地看向了许墨。许墨怀孕了，他家又没人照顾，所以我才把她带回家住的。你跟他置什么气？回来再动了胎气。就在沈嘉诚转头的一瞬间，许墨得意地冲我挑了挑眉。呵，看来当初能看上沈嘉诚，我的眼光也不太好。这时站在一旁的婆婆也开口附和起沈嘉诚，但却说漏了嘴，许墨怀的孩子正是沈嘉诚的。青言，小许现在怀孕了，想吃个糖水，你就跑一趟呗。换做你怀了我们沈家的孩子，我们也不会不管你的。我在心中冷笑一声，果然这对母子能让我一次次刷新对他们的认识。行啊，我现在就去买。我说着拿起钥匙就要出门，沈嘉诚母子俩瞬间面露喜色，婆婆还在一边说着这才对嘛。不料我的下一句让他们瞬间变了脸色。等我回来，咱俩再去趟民政局领个离婚证。听到我说要离婚，靠在沙发上的许墨一下子就坐了起来，而反观刚刚还在不停指责我不如许墨懂事的母子俩，却都改了口。青言刚下班也挺累的，我去买吧。就是，记得也给青言带一份。许墨的脸气得涨成了猪肝色，我冲着他弯了弯嘴角，转身回了房间。你看，不是我不愿意离婚哦，是你亲爱的沈总不同意呢。最后沈嘉诚也没有跨越整座城市去买那碗糖水，毕竟从始至终许墨都只是想要恶心我罢了。第二天早上，我从房间出来时，正巧遇上要出门上班的沈嘉诚和许墨。许墨一改昨日对我剑拔弩张的态度，相反十分殷勤地把我常穿的大衣递给了我，可被我十分明显地避开了。许墨哪受得了这种气，当下就冲我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说出的话更是阴阳怪气。真是可惜了，有些人争了一辈子也没争过我呢。我要是他呀，这个时候我就自己躲远点。嘉诚，你说是不是？在他身旁的沈嘉诚低头换鞋，全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我看着许墨跳脚的样子，只觉得他可笑至极。在他看来，对我强有力的攻击，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伤害。我一不惜得和他争，二是我这一辈子可还长着呢，倒是不知道他自以为攀上的这根高枝还能坚持多久。昨晚在许墨搬进家里后，我主动提出搬去了客房，许墨便堂而皇之地代替我住进了主卧。只是沈嘉诚好像忘记了当初为了能及时关注家里宠物狗的情况，我们在卧室和客厅都装上了摄像头，
而录像连接的是我的手机。因此，昨晚沈嘉诚和许墨在房间里的对话，一字不差的都记录在我的手机里了。也因此，我并不好奇许墨的态度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转变。昨晚回到房间，许墨就把在我这里受的气尽数撒在了沈嘉诚身上。一开始，沈嘉诚还好脾气地哄了几句，但很快耐心殆尽。沈嘉诚告诉了许墨体检报告的事情。沈嘉诚告诉许墨：“我快死了，等我死后，他作为配偶就能拿到保险公司的巨额赔款。到时候，许墨就能名正言顺地嫁入沈家，享尽荣华富贵。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他不能和我离婚。”这时，许墨才终于明白了一切。但到底是在我这吃了鳖，心里不爽，非要沈嘉诚给他买下帝家出的最新限量款包包。那款包发售价78000，对于刚付了一笔巨额首付的沈嘉诚来说，显然不是小钱了。可为了博美人一笑，沈嘉诚还是咬咬牙刷爆了信用卡，给许墨买了下来。肝癌晚期，病情发展十分迅速。我看着沈嘉诚一天比一天消瘦，可肚子却越来越鼓胀。婆婆和许墨都只当是他工作太忙，应酬时喝了太多酒，反倒变着花样的用大鱼大肉给沈嘉诚食补。可他们不知道的是，癌症晚期的病人需要严格忌口。他们以为的大补，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加速癌细胞的增长。直到沈嘉诚晕倒在了公司，被救护车拉去了急救中心，相对了抢救室外其他悲伤不能自已的家属，我显得格外淡定，心无波澜地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下了一个又一个名字。反正现在我已经看清了沈嘉诚的面目，对于他没有了任何期待，他是死是活对我都没有什么差别。等婆婆和许墨赶到医院的时候，沈嘉诚已经过了危险期。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沈嘉诚的真实病情，毕竟我还有一份大礼没有送给他们，太早透露就没有惊喜了。没过几天，沈嘉诚就被转移到了普通病房。可即便是从抢救室出来了，沈嘉诚的身体也大如前，婆婆心疼的不行。但每次婆婆问起时，我通通都以沈嘉诚之前太过劳累导致身体虚弱搪塞了过去。除了偶尔去医院露一面以外，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在新楼盘视察上。上次回家和爸爸认错之后，虽然他没有说什么，但却把临时目前最重要的新楼盘收尾工作交给了我。我知道这次我一定不能再让他们失望了。这天，我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了售楼中心，在会议室和施工方沟通楼盘交付事项。突然，会议室的门被人粗暴地踹开，怒气冲冲的许墨拉着脸色苍白的沈嘉诚走了进来。男人甚至没来得及换下病号服，在他们的身后，秘书小陈急匆匆地跑进来，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连忙道歉道：“不好意思，小林总，是我实在没拦住他们。”我看着许墨和沈嘉诚气急的样子，心里大概明白，他们应该已经收到了我送出的第一份大礼。摆摆手，让小陈带着施工方先离开会议室。林清言，你他妈什么意思？上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给我买了墓地。沈嘉诚的话因为他的虚弱显得软绵绵的，反倒是原本苍白的脸色因为生气涨得通红。嘉诚不就是不同意和你离婚吗？你也不用这么咒他吧。林清言，你也太恶毒了。我没有忍住笑出了声。沈嘉诚当即就挥舞着双手冲向我，却被我伸出的脚绊倒，摔了个狗吃屎。许墨狠狠瞪了我一眼，便弯下腰去扶沈嘉诚。
我看着他俩一副情深的可笑样子，撇了撇嘴角，开口：“我可不是咒他，目的可说不定马上就能用上了。”闻言，沈嘉诚抬起头，双眸因为怒气而通红。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接着说道：“哦，对，都怪我忘了说了，癌症的那份体检报告不是我的。”这下连许墨都抬起头，震惊地瞪圆了双眼。我走到办公桌前，拿出了一沓纸，扔到了许墨和沈嘉诚面前。是那份被误以为是我的体检报告和沈嘉诚被送进医院后的确诊书，无一不在向他们证明得癌症的不是我，而是沈嘉诚。许墨不敢置信地翻看着报告，嘴里还在不停念叨着不可能，不可能。而沈嘉诚已经面色惨白地瘫坐在了地上。许墨跌跌撞撞地站起身，面色可怖地冲向我，双手就要掐上我的脖子。我不信，一定都是你捣的鬼。嘉诚怎么可能得了癌症？我掐死你这个贱女人！只可惜，在他的手碰上我的脖子的前一秒，一直守在门外的2名保镖便破门而入，拉开了许墨。一个人控制住了张牙舞爪的许墨，另一个毕恭毕敬地确认了我是否受伤。小林总，你想怎么处理他们？小林总，林清言，你到底是谁？沈嘉诚刚想靠近，尽职的保镖就上前挡住了他。我在保镖身后冲沈嘉诚笑了笑，我想他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那天最后，沈嘉诚和许墨是被保镖拖出了公司，而我搬回了林家，也入职了家里的公司。我刚搬出去的时候，沈嘉诚给我打了几10个电话，我不堪其扰，把他和许墨统统拉黑了。我的生活回到了最初的平静。再次听到沈嘉诚的消息，已经是2个月后，和朋友的聚会上，听说沈嘉诚又被拉进了抢救室，醒来哭喊着求婆婆救救他，还听说婆婆为了筹钱把家里的房子卖了。而许墨在听说巨额的治疗费用后，连夜去了国外。如今再听到这一切，我的心里已经再也没有任何触动，只当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想到第2天，我就在公司门口见到了一个熟人，和合作商商讨合作事宜后，我送合作商离开。刚走到公司门口，就看到门外的婆婆佝偻着身子往门内探头，看到我的出现后，便用力朝我招手，想要进来，却被门旁的保镖无情拦下。我走上前，仔细打量这个朝夕相处了不少年月的老人。青言，终于见到你了。我知道你不会不管嘉诚的，对不对？你们可是夫妻呀，你不能见死不救。婆婆来回重复着这2句话，让我有些不耐，便直接开口打断：“你想要什么？”婆婆伸出手比了个5的手势：“给我5000万，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饶是我做好了心理准备，也没想到她会狮子大开口到如此地步。5000万？你们娘俩在做什么梦？嘉诚都跟我说了，你是林氏集团大小姐，5000万对你肯定不是大数目。我思考了片刻，点点头，继而盯着婆婆的脸，继续开口：5000万是不多。听到我的话，婆婆露出了喜色。然而我的下一句话却让她脸色一变。可是我为什么要给你呢？婆婆瞪大了双眼，声调陡然提高：“你说的是什么话？嘉诚可是你的老公，这么多年你在家吃我们的，用我们的，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出一份力吗？”我点点头，婆婆说的有道理，我叫人上楼拿一下。婆婆见我态度软化，满意地点点头。我低头和身边的助理耳语，让他去把办公室抽屉里那个镯子拿来。眼见助理离开，婆婆还以为他是上楼取钱，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要和我唠家常。
我甩开了婆婆的手，婆婆愣了一下，但立刻恢复如初。很快，助理就拿着手镯下来了。我注意到婆婆在看清助理手里的东西后，脸色僵硬了一下。果然，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个镯子只有最外面薄薄一层金子。我接过镯子，递给了婆婆，故作不舍地说道：“钱我拿不出这么多，要不把这个镯子还给你吧？毕竟您说了，这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想来卖掉也能弥补钱的缺口吧。”说完，我还刻意地冲婆婆眨了眨眼睛。婆婆脸色大变，一边指着我的脸呻吟，一边就往地上倒。刹那间，好几个记者冲到了我们面前。婆婆坐在地上，边哭边大喊：“都来看看这个女人哟！”丈夫重病在床，她却不管不顾。丈夫查出癌症后，转身就抛弃丈夫，爬上了有钱人的床。可怜了我短命的儿子啊！在记者冲上来的瞬间，就被保镖护在身后的我冷眼看着婆婆趴在地上演了一出大戏。呵，真是愚蠢的人啊！身边的助理适时递上了我的手机，我接过直接报了警。很快警察就赶到了，直到警察拉起婆婆推她上警车时，婆婆才搞清楚状况，不停地回头大喊：“青妍，林青妍，你怎么能报警抓我？”而我从始至终站在原地，冷眼看着这一切。他们沈家曾经对我的恩情，在他找记者造谣我的那一刻，已经彻底消散了。下午约好了要去工地视察，我带着一行人离开公司。突然，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跪倒在我的面前，病号服松松垮垮地穿在身上，更显得男人身影消瘦。定睛一看，才认出这个男人正是沈嘉诚。几个月不见，神采奕奕的男人，如今却已形容枯槁，散发着衰败的颓废气息。而他头上的生命条也已经无限接近100%。我直直地盯着他，一语未发。片刻，正准备抬脚离开，男人开口了：“妍妍，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救救我好不好？我不想死，我和许墨已经没有关系了，真的。”许是因为病痛的折磨，男人的声音破碎不堪，说话都很吃力，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向我。我干脆地后退了2步。沈嘉诚眼里透露着明显的受伤，本就苍白的脸，此刻白的就像一张纸。妍妍，我冷眼睨着他，说出的话就像一把尖刀，狠狠地刺向了他。沈嘉诚，你是死是活，现在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最好死的时候离我远一点。沈嘉诚伸出的手缓慢垂下，而我在助理和保镖的簇拥下，目不斜视地经过了他。被情爱羁绊住的前半生已经彻底翻篇，前方才是我光明璀璨的未来。后来在朋友聚会上，也听别人提起了沈嘉诚的消息。他妈妈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靠捡垃圾营生，却也难以补上治疗费的窟窿，最终因为操劳过度，猝死在了垃圾堆旁，手里还紧紧握着刚换来的10块钱。而沈嘉诚也在失去了唯一的金钱来源不久后抢救无效死亡。很快，聚会的话题再也无关沈嘉诚，就像这个人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存在过一样。沈嘉诚番外，我真的很爱林青妍，她曾经是我黑暗的世界中唯一的一道光，是她的陪伴我才能撑过事业的低谷期，我很感谢她。直到后来，我突然发现，提起她时，我会不自觉地笑出声，我才明白，我爱上了她。表白、恋爱，再到结婚，我们的一切好像都是这么顺理成章，以至于我开始有恃无恐，假装看不到他和我妈吵架之后的疲惫，假装忽视他在看到我和许墨一起出现时眼底浮现的难过。
但当许墨对我说她怀了我的孩子时，我在林清言和他之间动摇了。我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人，但我并不想伤害林清言，所以我用尽全力想要瞒住他。可世事无常，我得癌症了。可笑的是，我一开始以为生病的人是他，甚至于在我妈说不给他治病的时候，只是有1秒的犹豫就同意了。我真不是个男人。突然有一天，我开始频繁的晕倒，进出了无数次抢救室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从始至终要死的那个人都是我。知道我得了癌症之后，许墨二话不说离开我去了国外。我这才知道她是怀孕了，但根本不是我的。她和我在一起只是看上了我的钱。知道我妈要去找林清言的时候，我还想过她会不会回来看看我。可我等到的只有我妈被警察抓起来了的消息。后来我妈也死了，我知道我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了。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会突然顺利起来，是因为苦尽甘来，讨厌的同事和领导被开除，我受到老板的认可，顺利晋升，和林清言相识，并且娶到了她。但直到快死了的时候，我才明白，我的一切幸运全得益于林清言。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